东北大学的6名大学生命断草原，吃人的不是矿山啊，而是那颗只算成本不算人命的心。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词心语。北京时间的2025年7月23号，我这现在也是7月23号啊，这有时差。一个本应该是平凡的夏天啊，对于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中国黄金集团内部五矿业的乌鲁库图山同位五矿来说呀，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黑色记忆日子。上午10点20分啊，6名来自东北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在带队老师的引领下呢，正在选矿场参观学习浮选工艺。他们脚下就是连接着操作台的这个金属格栅板，他们身下就是深不见底、翻涌着灰黑色矿浆的这个浮选槽子。突然之间呢，支撑生命的这个平台就不复存在了，格栅板是瞬间坠落让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和一个老师就坠入了工业的深渊。那经过全力的施救6名学生最终确认死亡。那我们下面引用的数字都是基于企业的宣传稿、新华社、半月谈和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的考察报告不是我杜撰的我会把相关网址和链接放在视频下方，也会把截图放在视频里面。从最初的官方通报和部分媒体的报道里面有一个词儿被用来定义这场悲剧，叫溺亡这是一个看起来标准极其不负责任的用词。它用一种日常生活的意外轻描淡写的掩盖了一场工业事故的这种恐怖它不是简单的溺水而是一场包含着物理、化学和机械3重致命打击的瞬间绞杀。他们坠入的这个浮选槽深达数米甚至10几米，里面不是水而是高密度、高粘度的矿浆。这个矿浆是被磨得极细的那种矿物颗粒和多种化学药剂的这种混合物，它的物理性质远比泥石流是更加的束缚性，所以一旦掉到里边，会被密度远超身体的这个矿浆是迅速包裹、唾液吞噬，四肢是完全无法动弹。你任何游泳或者挣扎都是徒劳的。这个粘稠的浆体它迅速的会封住你的口鼻，导致快速窒息，这就是物理层面上的决胜。同时这个浮选工艺呢，它是依赖于一个复杂的化学药剂体系的。为了让目标矿物吸附于气泡上浮，这个矿浆中必须增加比如像黄药、起泡剂、调整剂多种化合物。这些药剂部分是具有强烈的毒性的比如在某些工业里面可能还会用到氰化物，即使微量的这种吸入也会导致你这个神经麻痹或者中毒。所以彻底剥夺它生存的可能，这是化学层面上的这种伤害中毒。那更不用提为了让矿浆充分混合反应，浮选槽底部它中心通常有一个大功率的机械搅拌装置。这个不知疲倦的这个钢铁怪兽会形成巨大的漩涡，产生强大的向下的拖曳力。任何坠入的物体包括人的躯体都可能被无情的卷入撕裂，这就是机械层面上的摧残。所以把这场悲剧简单的归因为溺亡，这种刻意的春秋笔法，你懂的它就抹去了事故的这个工业属性，回避了对致命环境的这种深入探究，也减轻了这个涉事企业在安全生产上的这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这6个年轻大学生的逝去不是意外溺水，而是一个在管理失效、隐患重重的工业陷阱里面被活生生吞噬的人祸。悲剧的发生直接原因就是那块不翼而飞的格栅板。一块小小的格栅板为什么能夺去6条生命呢？因为它背后是一个早已经锈迹斑斑、千疮百孔的这种安全管理体系。这家企业在追求利润的道路上，可能早就把安全2个字放在脑后了。在中国黄金内幕矿业的官方宣传中我们能看到大量的关于安全生产的口号，我始终把这个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以保命条款和零伤害为抓手但是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的宣传文章里面，我们还是能看见这家企业更真实的价值取向在一篇名为强化管控助推降本增效显成效的这个公众号文章里面，他们这样写道说浮选车间就是出事的车间，牢固树立减1分成本就多1分利润的开源节流意识，杜绝车间内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与铺张浪费情况发生，加大车间成本管控力度，鼓励职工
修旧立废。修旧立废这个词儿啊，在很多的这个情景下，那就是勤俭节约的美德，对吧？但是在高风险的这个工业生产环境里面，特别在涉及到承重和安全的关键部件上面，它就变成了一个魔鬼的咒语啊！一块常年暴露在这种潮湿和化学腐蚀环境里边的这个隔山板，它的承载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缩减。是选择按照规定周期和标准进行更换加固呢，还是为了降本增效而选择修修补补再用用呢？从这个隔山板脱落这个最终结果来看，答案就不言而喻了。据说呀，早在这个事故发生前，这个企业曾经就被要求对隔山板进行整改，但最终是当了耳旁风。所以，当减一分成本的这个诱惑压倒了保一条人命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啊，悲剧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如果说这个安全生产的疏漏只是冰山一角，那这家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早已经可以说是劣迹斑斑啊，暗点很多。这就是它冰山的全貌。一家企业啊，如果对待环境的法规的态度，往往是它对待所有法规，包括安全生产法规的真实写照。在2021年9月啊，新华社的新华视点和半月谈这些权威媒体啊，跟随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组啊，对内蒙古矿业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的结果还是让人触目惊心的。说截至2021年啊，这个公司啊累计违法占用草原面积高达1634公顷，在卫星图上啊，矿坑、排毒场、尾矿库就跟草原上这种无法愈合的巨大伤疤一样。督查组发现呢，它的尾矿下游的地下水里边铁和氢化物浓度严重超标，直接威胁着草原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和周边牧民的饮水安全。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啊，是我从谷歌地球上找到的。我开始按照名称啊，怎么也搜不到。你比如说啊，这个铜矿名称叫乌鲁格图山土木矿啊，或者说中国黄金内蒙古矿业，你把这些关键词输入到百度地区高度地图上，都会发现搜不到这个矿山，跟匿名了一样，跟保密了一样。那我最后怎么找到它呢？我是查阅了日本一家有色金属机构的研究报告。他的报告里面呢，找到了一个矿区位置的缩略图啊，我按照缩略图上的文字说呀，它在满洲里以南20公里的地方。通过这个线索，我最终才在地图上找到了这座矿山。哎，可以说啊，我是从日本人的这个地图里才找到这个具体位置的。它距离满洲里市确实也只有20多公里。那早在2018年啊，中央环保监督所谓回头看啊，就指出了他违法占用草原的问题，并且给了他数百万元的这个罚款啊，但是这个公司啊没有收手。那么企业在交纳了3090万元的草原植被恢复费之后啊，不但没有停止违法行为，而把它视为一个继续破坏的通行证，继续超量开采，扩大生产规模啊。所以当监督人员询问啊，你2018年之后是不是还有违法行为呢？企业人员就是当场否认，直到监督组出示卫星影像啊，才被戳穿。你看这个敢于公然无视国家草原法啊，对中央监督组指定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撒谎欺骗的这样的企业，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对真正敬畏什么安全生产法呢？是吧？这种为了经济效益而无视法律的这种越红线的行为啊，是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堕落啊。当这种文化啊弥漫在企业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环保规定可以被无视啊，安全规程啊自然也可以被灵活处理。那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呢，这家劣迹斑斑的企业啊，对外是极力塑造成一个现代化、负责任的典范。2017年啊，他就发布过一篇为《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乌鲁格图山铜木矿绿色矿山》这么一个宣传稿啊。在文中啊，他自诩呢，坚持把资源利用节约和生态环保放在第一位啊，彻底根除了3废1造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且呢，实现了和周边牧民反应良好，真正达到了社区和谐。同年啊，在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就 JOGMEC 的专家团也曾经到访过这个矿。他们的考察报告里边啊，留下了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啊，似乎呢这个安全措施呢也得到了充分考虑这么一个正面形象。这两份来自2017年材料啊，与2021年的环保曝光以及2025年这个致命事故就形成了地狱般的对照。它说明什么呢？这家企业非常善于打造一个供人参观的样板间，无论是对于日本专家还是对国内公众，
它都展示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橱窗，而橱窗之外呢，是持续扩大的这个草原伤疤，橱窗之内呢是日益锈蚀的这个夺命的格栅。这种对外表演式的管理和对内的这种疏忽式的运营，就形成了致命的脱节。当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粉饰太平的时候，真正的风险啊，早已经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边呢，静静的等待爆发的时刻。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工作中啊，我曾经带领无数的客户到访过不同的企业啊，有自己的企业，也有别的企业参观，看到的也确实都是光鲜亮丽的样板间啊、样板设备、样板生产线。那背后呢，背后的情况就不一而足啊，各种问题可能也都有啊。那么你背后做的好不好，它早晚会跳出来，可能会对你进行报复。所以我们把目光啊从内蒙古的草原转向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啊，这儿啊坐落着和乌鲁木齐山同步矿啊同属巨型露天矿山的宾汉峡谷铜矿啊，这座运营啊超过了1个世纪的矿山啊，同样也背负着这种沉重的环保历史包袱。它曾经因为长期的水源和空气污染啊，和美国环保署 EPA 和当地社区进行了数十年的法律纠纷和环境治理的博弈。那作为一个运营了超过120年的巨型矿山，宾汉峡谷啊，在它漫长的历史中啊，对环境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并因此引发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巨额罚款。就举个例子啊，水源污染，同样是水源污染啊，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矿山早期的无序废水和废石的堆放啊，导致还有硫酸和重金属的这个污染物渗透到地下水系统。早年啊，几十年前更早，形成了巨大的污染域。为此啊，这个矿山运营商就是著名的力拓和美国环保署 EPA 呢，以及犹他州政府啊，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这个诉讼谈判，并且最终支付了数亿美元，用于清理和水处理治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大型矿山啊，对环境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但是啊，在如何对待风险，特别是在可预见的重大安全风险上，这个宾汉峡谷铜矿在2013年就上演了一场堪称世界教科书级别的安全管理的案例。2013年的4月10号，宾汉峡谷矿坑的东北壁啊，发生了现代北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非火山引起的山体滑坡。大概1.65亿吨的岩石和土方啊，以雷霆万钧之势倾泻而下，这个规模之大呀，足以掩埋数百米高的这个摩天大楼。它的能量之巨，相当于一个中等级别的地震。如果这个事件发生在任何一个管理疏漏的矿场，结果必然是数百人被活埋的惨剧啊！但最终的结果是零伤亡，这不是奇迹啊，这是现代风险管理科学的一种胜利。因为在滑坡前的几个月，矿山的管理方就是力拓集团的工程师啊，就已经通过一套极其严密的边坡检测系统呢，发现了山体的异常。这套系统啊，包括但不限于地基干涉雷达。这种设备可以全天候不间断地扫描整个矿坑的边缘，以亚毫米级的这种精度检测这个坡体的任何微小位移。然后就是 GPS 监测点和伸缩计安装在关键位置，实时反馈地表位移数据。所以当工程师们发现山体蠕变的速度开始出现非线性加速的时候啊，他们知道一场大规模的滑坡已经不可避免。他们没有呢心存侥幸啊，而是也没有为了抢生产而冒险，也没有隐瞒事实。他们做的呢就是科学的评估风险，并且果断的采取行动。那么在滑坡发生前7个小时啊，当监测数据显示山体移动速度达到临界点的时候，矿山管理层就下达了最高级别的警报，并且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撤离矿坑内的所有人员和设备。工人们啊被有序的疏散到了安全地带。几个小时之后，巨大的山体轰然就坍塌了，就跟预料的一模一样。所以这场事件啊，从地质灾害来看啊，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安全管理角度来说呀，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成功。它体现了一种和内蒙古矿业截然不同的企业文化。第一就是他们敬畏风险，不是心存侥幸。他们承认啊，在这么巨大的露天煤矿里边，露天矿坑里边啊，
地质的不稳定性，它是客观存在的，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风险，而不是可以忽视的小概率事件。再一个就是投资于预测，而不是满足于应对。他们投入巨资呢，建立了先进的这个监测系统之后啊，把管理的重点就放在了预测风险和预防悲剧上，而不是事故发生之后才去应急救援、才去补偿，是吧？再一个就是生命至上，不是利润至上啊！你预见到这个风险之后啊，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停产撤离，把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被掩埋的这些设备，你可以再买啊，是吧？中断的生产也可以恢复，但是人的生命啊，大概只有一次啊。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我们可以举一个同样在内蒙古一个非常类似的滑坡塌方事故，这个我过去视频也讲过，它也会上教科书，但是它是作为教科书里边的反例。阿拉善左旗的露天煤矿坍塌事故啊，国务院啊称之为内蒙古阿拉善新景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222特别重大坍塌事故。它是发生在2023年的2月22号的13点16分，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新景煤业煤矿的严重坍塌事故，造成了53人死亡，那么还有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呢是2.430万啊，这么一个大的数字。事件发生的时候啊，有几十人和车辆被掩埋。事件发生之后啊，救援人员一共找到了6名幸存者以及6名遇难者的尸体，很多都掩埋在里边，不知道最后找到没有。所以我们对比啊，内蒙古乌鲁木图山这个桐木矿和美国宾汉峡谷的铜矿和新境煤业的这个事故啊，我们看到了呀，不仅仅是管理技术上的这种差距，更是企业文化上的这种鸿沟。乌鲁木图山桐木矿的文化啊，是一种反应式和演示性的文化。它在利润的驱使下呢，对环保法规和安全规程啊，采取了这种选择性的遵守，甚至公然违抗的这种态度。善于用宣传口号和光鲜的这种样板间来掩饰它内部管理上的混乱和设施的残旧。它的安全啊，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还用在宣传稿里面这种形式主义安全。所以当风险来的时候，它毫无防备，只能用命来填。而滨汉峡谷在现代管理体系下所体现的这种文化呢，是一种前瞻式的和系统性的文化。它承认风险的存在，并且利用最先进的这种科技手段和最严格的管理流程呢，把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所以他知道呢，安全不是口号啊，它不是喊出来的，而是持续的投入、科学的监测、严格的执行和对生命的绝对敬畏换来的。它的安全啊，是融入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的本质安全。所以内蒙古草原上这6个大学生的逝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它不是不可预防的而是源于一种有毒的企业文化导致的必然人祸。所以这家企业的种种劣迹早已经给这场悲剧写下了清晰的注脚。而大洋彼岸那场零伤亡的巨大滑坡，就冷峻地告诉我们，在同样的工业巨兽面前，不同的管理哲学和文化，最终会划开生与死的距离。在讨论这个悲剧的时候有一个对比让人不寒而栗在 B 站上有一个网络热图写的开了8年网约车供儿子上完大学，现在呢我开白班，他开晚班。那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这种辛酸和阶层流动的这种困境。但是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故事，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还在同一条轨道上共同面对未来。但是对于内蒙古矿难里边这6个家庭而言，故事在2025年的7月23号就已经戛然而止，没有未来了。他们同样倾尽了20多年的心血，把孩子送入大学，送到了国家最需要的这个矿物工程专业期望他们能成才。他们做对了一切，但是他们的孩子连回到父亲身边一起开晚班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网约车父亲的痛苦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这种苦涩，而这6个大学生他们的父母的痛苦是付出一切再被清零的这种毁灭。前面面对的是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也可能以后连网约车的机会都没得开了马斯克可能会这么说。后边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再也无法触及的这种冰冷的墓碑。所以这种残酷的对比就提醒我们呢，在一个缺乏安全底线的环境里面，普通人穷尽一生的努力，可能都抵不过一次小小的，那就是致命的
人为疏忽。这里是宋说新语，一个关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频道。谢谢大家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